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薯丝包菜会这么的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首先准备一颗有机包菜，对半切开。包菜又名卷心菜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。包菜的硬心比较硬，我们就直接切下来，但是也不要直接扔了。像这样炎热的夏天，用来做泡菜非常的美味。接着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包菜，中间嫩黄色的部分比较嫩，不适合做薯丝包菜，可以切成丝用来做清炒，因为肉质比较嫩，炒出来会软塌塌的，那样的话会影响口感。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。接下来把包菜撕成小块，我们尽可能的撕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因为手撕过后的包菜红切面更大，方便成熟，更方便入味。包菜营养十分丰富，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，尤其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以及皮肤健康起着这样的作用。接下来往包菜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小苏打，然后再加入1勺食盐。因为包菜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里面难免藏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。食用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使食盐和食用小苏打完全化开，浸泡10分钟左右。包菜要好吃，肯定少不了五花肉。把五花肉的猪皮切下来，留着做猪皮冻，再切成薄片，我们尽可能的切薄一些。其实肉不肉都无所谓，我们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来炒包菜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全部切成碎片中，这样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洋葱，对半切开。我们也不需要太多，小半个就可以。把洋葱的头和尾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洋葱丝。洋葱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其营养丰富，不管是用来做派菜还是主菜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把切好的洋葱用手抖散开来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盘中备用。炒包菜我喜欢加一些大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，一小块去皮的老姜同样也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放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把干辣椒剪成小长段，包菜里面加入干辣椒，吃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如果不喜欢吃干辣椒，也可以加入小米椒。把辣椒籽筛选出来，然后放在清水中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一些灰尘或者是杂质，这样在炒制的过程中也不容易烧糊。处理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现在的包菜也已经浸泡好了，我们要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食盐和食用小苏打淘洗干净。有条件的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放在竹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准备一锅开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加入几滴食用油。我们要提前把包菜焯下水，加入食盐是提前给包菜入下底味。食用油可以使包菜颜色翠绿，而且在加热的过程中营养不容易流失。煮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把包菜烫个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时间太长，吃起来口感会大打折扣，而且很容易发黄，这一步特别的关键。
煮制成视频中这样微微的变色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，把包菜控干水分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下来把切好的五花肉倒在锅中，全程开小火慢慢的煸炒，把五花肉炒出多余的油脂，整个过程大约在2到3分钟左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拍摄无益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支持鼓励一下，您的每一个点赞或者是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把五花肉炒至微微金黄，炒出油脂，把姜蒜干辣椒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辅料炒出香味，加入一勺黄豆酱增加酱香味。如果不喜欢吃黄豆酱，也可以加入豆瓣酱。把黄豆酱炒出酱香味，焯水的包菜稍微过下凉，控干水分，直接倒在锅中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包菜表面水分炒干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调味，少量的松茸鲜，少许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加入切好的洋葱。因为包菜焯水的过程中加入了食盐，而且黄豆酱也有盐味，食盐千万不能加太多，不然的话会太咸。全程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包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把调味料炒至完全化开。五花肉里面的肉香和黄豆酱的酱香味与包菜完全的融合，看着都特别的有食欲。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薯丝包菜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里面加入了五花肉，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脆嫩爽口，不管是用来下饭还是下酒都非常的不错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